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我們在這裡正在進行的是 HSK 5級考前輔導課程，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5級考試。那現在呢，我們正在學習的是閱讀。那前邊我們已經學過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現在我們要學的是第三部分應該怎麼做。那我們在前邊呢，給大家介紹過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考試的內容做題的方法等等。那我們那個時候呢也說過，我們其實希望大家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抓緊時間盡量節省時間。因為什麼？因為第三部分呢是5篇文章，這個文章的長度是比較長的。那比如說10篇短文，這個是比較短的所以呢你可能会讀得稍微快一點。但是這個5篇文章長度比較長，所以需要花的時間也比較長。那最少5篇文章20個題目，我們最少有20分鐘的時間去做題。但是呢，其實更好的情況是，你可以有比20分更多的时间要去做这個題，因為這個時候篇比較長，比前面都要長，那很容易就是你在讀的時候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所以這個呢是我們大家需要注意的。我們要告訴大家，這個題目第三部分的題目，你最少有20分鐘。你最多希望你可以有25分鐘的時間，那這要求你在前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時候，盡量快一點做題。好，特別是第二部分，有很多同學呢做這個題的時候，如果知道了方法，就會很快的做完，可以用7分鐘甚至8分鐘7分鐘或者8分鐘可以做完第二部分。那這樣的話，你就節省了2分鐘甚至3分鐘的時間給第三部分，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那希望大家呢認真學習第二部分的方法，多做一些練習，提高你的速度。這樣的話呢，你的第三部分才會有更多的時間。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第三部分是什麼樣的題目。那首先你會看到的是一篇比較長的文章，這個已經很短了我們後邊還會有一些文章比這個文章更長，或者比這個文章更難。那看到文章以後，你大概會看到4個問題一般來說是4個問題。那這4個問題呢，它有一個特點一般來說第一題、第二題一般來說是細節題，就是 detail， 他問你的問題，你在文章裡邊基本上可以很快找到答案。那麼第3個問題呢，是一個關於總結的題目，就是他要問你一些下列哪個正確呀，或者是關於什麼什麼我們可以知道什麼呀，這個是需要你 summarize 總結的。那麼還有一個題目就是文章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這個就是那個主題的題目，就是你要知道這篇文章主要的這個題目主要的話題是什麼，甚至有可能他會問你這篇文章最合適的題目是什麼都是有可能的。那麼既然這4道題目它們是不一樣的題目，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在做題的時候呢是有一些方法的，因為每一個題目的方法都是不一樣的我們首先呢要告訴大家第一個方法，第一個原則是什麼？先讀問題再讀文章這個是我們的方法我們建議做得慢的同學先讀問題再讀文章。為什麼呢？讀了問題以後，特別是第一個和第二個，你就會知道你在讀的時候重點要去看什麼如果你不知道的話，你會一個字一個字，每一個句子对你來說都很重要。但是實際上在一篇文章裡面，最重要的內容只有幾句話而已。你別看非常多，但是實際上最重要的內容是非常少的。所以如果你看了問題的話，你再去讀文章的時候，你會很快就能找到最重要的內容，然後直接選出答案。那然後有一些不重要的內容你就可以不讀了因为很多同学如果把這個文章
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去讀的話，會讀得特別慢啊，因為有的人就是閱讀的速度會慢一些。那麼我們如果能夠先來讀問題，再來讀文章，我們一定會更快地找到答案。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法。那麼我們的建議是，為了節省你的時間，做得好的同學，盡量這個文章呢，這個文章呢，盡量我們只讀一遍。怎麼讀一遍呢？就是我們先讀了問題，然後我們再來讀這個文章，然後我們再回去選擇答案，選完了以後就完了，就是不需要看第二遍。那有些同學說，老師，我試過你的方法，但是我覺得我的效果不是很好，我還是喜歡先讀文章再來看問題。那麼老師說可以，但是呢，我們要求是，如果你一定要先讀文章再讀問題的話，你第一遍讀文章的時候一定要快一點，不要特別慢，不要一個句子一個句子一個句子去看，這個是太慢了。你一定要看得快一點，大概的意思明白就 OK 了，不要去認真的看每一個詞，然後你再來讀問題，然後你馬上快一點去找答案。所以第一遍可以快一點，第二遍的時候可以慢一點，但是你不要每一遍都特別的慢，你讀了2遍，而且每一遍都特別慢，效果一定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同學們，我們的建議是先讀問題再讀文章。如果你真的覺得這個方法不太適合你，你試過很多次，覺得效果都不好，你可以先讀文章再讀問題，但是一定要記得，你如果讀了第2遍，第一遍一定要快，特別快，30秒或者1分鐘之內一定要讀完，然後你馬上去做題啊，就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啊。我們一定要注意時間不夠啊，這個是很重要的。我看到過很多同學，就是在閱讀的第3個部分，有很多題目都沒有做，那結果分數都丟了啊，這個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這裡呢，提醒大家，先讀問題再讀文章是很好的一個辦法，而且大家要盡量的去記住問題是什麼。好，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部分的題目啊，71題。朋友為什麼要問別人的興趣愛好？72，關於那位老鄉，下列哪項正確？所以朋友問愛好，老鄉是怎麼樣的？73，關於名片效應可以知道什麼？74，文章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那麼我們要記住啊，這4個問題。那麼最後一個問題的話呢，是關於文章的主要的這個 topic 的一個主要的觀點這樣的一個問題。那麼我們一般來說在第一段或者在最後一段就可以找到，或者我們讀完文章以後自然就知道了，到時候自然的去選擇就可以了。重要的是看前邊3個問題，一個是朋友問興趣愛好為什麼，第2個是關於老鄉哪一個是對的，第3個是關於名片效應，我們可以知道什麼？所以我們重點去帶着3個問題去看。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啊，大家可以慢慢的讀，我來出聲音的讀。好，我們來讀。有一位出版社的朋友，每次出門見人之前，都要先研究一下對方的星座，這樣他可以將對方迅速地進行歸類，並把對方引向他熟悉的語言環境中。這個幾個句子其實不重要，因為問題沒有問他。還有一些朋友喜歡詢問別人畢業於哪所大學，興趣和愛好是什麼。那麼我們已經找到問題答案了，在這些問題中，通常能夠找到和對方有共同語言的話題。好，我回去找答案了。為什麼問別人的興趣愛好呢？這個應該是找到共同的話題，想拉近距離。好，我們再來看，一旦找到，似乎距離又拉近了很多，答案已經出來了。然後我們繼續看，我的一位老鄉，
每次見人，老鄉，他剛才問到了老鄉，對吧？每次見人最先詢問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方的老家在哪裡。基於他對各地人性格特點的研究，他很了解啊。這個問題可以立刻引發一些可以談論的話題。如果碰巧和別人是同鄉，那親熱的感覺恨不得馬上稱兄道弟。這個句子可能有點難啊，但是我們知道這個老鄉呢，他會問別人老家在哪裡，因為他了解他。基於他對各地人性格特點的研究，他研究了，所以他比較了解，所以呢，他們很快可以找到一些可以聊的話題。我們來看這一個，關於那位老鄉，下列哪個正確 ？A. 不喜歡熱鬧，沒說；已經退休了，沒說；有好幾個兄弟，沒說；了解不同地方人的性格，應該是 D。好，我們繼續看。這些都是迅速和人拉近距離的方法。擁有這些習慣的人，通常能夠迅速與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在心理學上，這叫名片效應，就是說，兩個人在交往時，如果首先表明自己在某一方面與對方的態度、價值觀、興趣點相同，就會使對方感覺到你與他有更多的相似性，從而迅速縮小與你的距離。這就是名片效應啊，就找到共同點，然後拉近距離，很快就聊起來了。那我們看一下答案。關於名片效應，可以知道 A 作用不明顯，很明顯，有時也會出錯，沒說，有利於人際交往，對，經常發生在面試。沒說面試，對吧？所以這個應該要選擇 C。那麼文章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呢？我們其實這個時候已經有答案了。我們來看 A， 講話要突出重點，沒有。交流需要共同話題，是對的。那我們這個要選擇 B。大家有沒有跟上我？有沒有聽明白？啊，這個是我們做題的思路。你看我們現在用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是我們做題的時候速度會快一些。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第一，我們帶着問題去讀了。那麼我們找到答案的时候，讀到答案的时候，馬上去看題目，然後選擇，然後繼續讀就可以了。那這個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好的一個方法，讓你會做得非常快啊。這個是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啊？好，第一個，朋友為什麼要問別人的興趣愛好呢？為了拉近距離，因為我們在這兒可以看到，朋友問興趣愛好，共同話題，距離拉近，答案是對的。然後關於老鄉是哪個正確呢？因為我們看到了，他說他基於他對各地人性格特點的研究，他既然研究了，那我們說他一定是了解的。關於名片效應有利於人際交往啊，這個是文章裡面呢，他說的是這就是名片效應拉近距離的方法，迅速建立良好的關係，所以有利於人際交往。然後那最後一個題目，這篇文章說的是交流要有共同話題，比如說星座呀、興趣愛好呀、老家呀等等，都是你們有共同的話題，就會很容易。那答案其實是在這個裡邊，比如說他說呢，如果首先表明自己在某一方面與對方什麼什麼相同，如果你們有共同的話題，那你們一定會很容易建立關係，拉近距離所以有利於人際交往。那麼這個答案就是要選擇 B。 請問你做對了嗎？都做對了嗎？那麼你有沒有發現，如果我先去看問題，再去读，一邊读一邊做，效果会更好呢？速度会更快呢？所以我們會發現，重要的內容只有這麼幾個部分。那有一些句子，甚至我們都可以不讀它，對不對？我們讀的時候可以不認真，就看一下就過了就行了，不用認真去思考它是什麼。我們最重要的是看它的那個我們的問題在哪裡我們的問題在哪裡？好，
我們下面呢再來看一個問題。那麼我們在5篇文章裡邊一共有3種文章。那3種文章裡面，第一種是最簡单的，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故事。那麼在一个故事裡邊，時間、地點、人物、原因、經過、結果，還有道理，是我們最需要去注意的。在什麼地方、什麼時間，有一個什麼人，他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他做什麼了，他為什麼這麼做，後來結果怎麼樣了？那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了什麼道理？這個是你最需要去關心的話題。但是其實不是所有的部分我們都需要去關心，我們要關心的是問題他問了什麼，這個是我們最需要去關心的。所以呢，我們大家呢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不管是故事還是別的，我們都一定要先要去看它的問題是什麼。那看了問題以後，我們都可以判斷出來我們應該去看什麼。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一個75，富翁丟狗以後怎麼樣？那大家看到這個問題以後就知道了，這一定有一個故事。那故事裡面有一個富翁，他的狗丟了。B， 為什麼乞丐沒有立即歸還那隻狗？這個故事裡面還有一個乞丐，他沒有把狗還給富翁，沒有馬上把狗還給富翁，為什麼呢？根據上下文，下列哪項正確？這個有點難，就是你要看上下文，你要看 A、B、C、D 是什麼，然後去判斷了，這個有點難，需要花一點時間。D， 上文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這個是問的是我們的道理，所以這個道理呢，一般來說，如果是故事的話，都在最後一小段裡面應該有道理，那我們就看最後一小段就可以了。所以我們現在問的是富翁丟了狗以後怎麼樣？這個乞丐為什麼沒有馬上把狗還給他？然後這個的話我們需要一起看，然後這個最後一句所以這個是我們先去看一看問題，然後我們判斷出了第一，這一定是一個故事，在故事裡面有一個富翁，有一隻狗他丟了，然後乞丐撿到了狗，然後他沒有馬上把狗還給富翁。OK， 這個信息我們都知道了，那然後我們去看文章了好，這個文章特別長，但是只有紅色的部分是我們需要關心的問題，所以如果我們先看了問題，我們很快就可以做出來了。一個沿街流浪的乞丐每天總在想，假如我手裡有幾萬塊錢就好了。一天，這個乞丐無意中發現了一隻跑丟的小狗，乞丐覺得小狗很可愛，便把它抱回了自己住的地方。這隻狗的主人是當地有名的大富翁，這位富翁丟失愛犬後十分着急，於是便在當地遍發尋狗啟事，如有找到者，請速歸還，酬金2萬元。OK， 第一個問題我們已經有答案了。所以富翁丟狗以後非常生氣嗎？他說的是着急，不是生氣。假裝不知道嗎？沒有。C， 花重金尋找，還是請警察幫忙呢？這裡沒有警察，他是花了很多錢去找狗。如果你找到了，我給你2萬塊錢，所以應該選擇 C。好，我們繼續看，我們發現乞丐撿到了狗，對不對？然後第二天，乞丐沿街乞討時，看到了這則啟事，便迫不及待地抱着小狗去領那2萬元酬金。可當他抱着小狗有路過貼啟事的地方時候呢，他發現啟事的酬金已經變成了3萬元。原來大富翁找不到狗，又把酬金提高到了3萬元，又多了。那麼乞丐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向前的腳步突然停了下來，想了想，又轉身將狗抱回去了。
第3天酬金果然又漲了，第4天又漲了，直到第7天酬金漲到了让人都感到驚訝的時候，乞丐這才回去抱狗。所以你現在明白了乞丐為什麼沒有馬上把狗還給他呢？我們來看一下，沒有馬上還。 A 小狗跑掉了，不是的。 B 他非常喜歡那只狗，不是的。 C 他想得到更多的酬金，選擇 C。 OK， 我們選到了。好，乞丐這才回去抱狗，可没想到的是，那只可愛的小狗已經被餓死了，已經死了。好，最後一句話告訴我們道理是什麼？很多東西並不是我們無緣得到，而是我們期望太高，往往在剛要接近一個目標時，又會突然轉向另一個更高的目標，到頭來一無所得啊！就是有很多東西，就是你要的太多了，很容易就什么都得不到了。那麼我們來看一下答案是什麼。文中上文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 A 要樂於助人， B 要学会滿足， C 錢多不一定幸福， D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那麼這個乞丐他想要更多的錢，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他期望太高了，所以答案應該是我們要學會滿足。這個你做對了嗎？好，3個問題很快就做完了。然後我們來看，根據上文，下列哪項正確？ A 小狗很調皮，沒說。乞丐很有愛心，不對。富翁很感激乞丐，富翁還沒有看到乞丐。D 乞丐沒有得到1分錢，對，因為小狗死了，所以他沒有得到錢，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只要你讀完了這個問題就能夠做對了。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做得非常快呢？我們在讀完了以後馬上就都做出來了，對不对啊？這個就是我們做題的方法了啊。所以在故事裡邊啊，你其實看到這個的時候，你就會知道故事的主要內容啊，就是可以知道故事，這是一個故事。那麼你知道它是故事以後，你在讀的时候注意這些就可以了，然後帶着你的問題去讀文章，一邊讀一邊做啊。因為其實第1個、第2個、第3個、第4個這樣的問題，它是按照順序去出題的。第1個問題一般在第1段，第2個問題一般在第2部分，第3個問題啊就是全文，第4個問題是全文啊。所以這些問題呢，它有規律。如果我們知道了這個規律，其實是很容易找到答案的。好，這是我們的故事題 ，story。那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除了故事以外，還有一種題目，這種題目呢是比較難的，甚至可以說是我們的文章裡邊最難的一種題目。但是呢，並不是每次考試都有，它比較难，太难。為什麼呢？因為是說明的文章，它會介紹一個東西或者一種知識，然後呢，它會詳細的去介紹，最後呢有一個結論啊。那麼這篇文章是 HSK 5級閱讀第3部分裡面出現過的最難的一篇文章，我們一起來看一下。當然，我們要先看什麼呢？我們要先看題目。大雁編隊飛行主要是為了什麼？有點難。但是這個應該是一個說明大雁的這樣的文章。72，第2段中的消極怠工最可能是什麼意思？我要注意這個詞。根據上下文，下列哪項正確啊？這個是看全文的。上下文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這個是問道理的，應該在最後吧。好，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哈。春天，南雁北歸，我們會在天空中看到大雁，或者排成一字，或者排成人字，結伴而行。它們這樣飛行，是因為編隊能夠發揮空氣動力學的作用。這個有點難，但這個是答案啊。在消耗相同能量的條件下，一只大雁隨一群大雁排隊飛，能比它單獨飛行
多飛70%的路程，這就是團隊的力量。好，那這一段就是第一題的答案了啊，第一題的答案了。所以這個呢有點難，對不對？但是我們可以找到答案。我們來看，編隊飛行為了什麼 ？A. 更省力 ，B. 避免走錯路 ，C. 便於發現天敵 ，D. 可以相互取暖。B、C、D 都沒有說，他說的是可以比他單獨飛多飛70%的路程。所以這個應該要選擇 A。然後我們繼續看啊，但是團隊的力量講究的是組成團隊的每一個單元都要盡心盡力，而不是等團隊創造出成績後自己去撿便宜。試想，如果每隻大雁都消極怠工，不奮力飛行，那麼他問的是消極怠工是什麼意思？每一個都要盡心盡力，所以啊，如果每隻大雁消極怠工不奮力飛行，所以消極怠工應該是不努力的意思。我們來看一下 ：A. 看問題悲觀 ；B. 不重視細節 ；C. 不積極工作 ；D. 妨礙別人工作。答案應該選什麼呢？應該要選 C， 對吧？不積極工作，不奮力飛行。好，那麼一字形、人字形的隊伍恐怕難以形成，也不會產生協同效應。只有每隻大雁在自己的位置上認真飛行，盡職盡責，整個團隊才能飛得更高，飛得更遠。好，那最後一句一般來說就是我們的答案了。最後一題答案，他說呢，上文主要想告訴我們什麼 ？A. 團結力量大，應該是對的，因為是團隊的力量嘛。B. 距離產生美，沒有。經驗要慢慢積累，沒說。要勇敢面對困難，沒有。答案應該要選擇 A。好，3個題我已經做完了，雖然非常難，但是3個題我都做完了。現在我要看這個題了。根據上下文，下列哪項正確呢 ？A. 幼雁飛在最前邊，沒說。B. 大雁很關心同伴，有點不知道怎麼說。大雁很愛惜羽毛，沒說。大雁的隊形很科學，很科學。那 B 和 D 很有可能有一個是對的，那是不是很科學呢？答案應該是 D。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在這裡看到了空氣動力學。空气动力学虽然我不懂它是什麼，但是這裡面有一個什麼什麼學，說明它是一個科學，是一個 science，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啊。我們現在一起來看一下答案啊。第一個應該選擇 A 啊，更省力啊，一起飛的話會飛得更快。第72個消極怠工的意思是不積極工作。第73個是大雁的隊形很科學。74 A 團結力量大。好了，那麼我希望同學們都已經做对了啊。可能有很多同學說，老師你太快了，我有點跟不上啊，我覺得我還沒有完全明白這篇文章的意思。但是呢，我想告訴同學們的是，這篇文章看上去非常難，甚至有很多同學没有太讀懂。比如說，有的人不知道什麼叫大雁，大雁是一種鳥的名字，這個你要學習一下哈。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其實也沒有關係，因為你看到一隻大雁在天空中飛呀，一隻什麼什麼在天空中飛，那有可能是什麼呀？只能是鳥啦，對不對？好，那它是一種鳥，它在天空中飛的時候呢，有一个队伍啊，有一個 team 一起飛。那這個是他們是團隊的力量啊，團隊的力量可以多飛70%，就飛得更快、更久啊。那麼所以說呢，每一個團隊裡的每一個成員都要努力，這樣的話你的團隊才會成功。所以這樣的一篇文章，其實雖然看上去有點難，但是你抓住主要的意思以後，其實就沒有那麼難了。最難的題目是73個，很有可能很多同學都會選擇 B， 大雁
現很關心同伴啊，因為他講的是團隊嘛，你可能會覺得這是關心同伴的意思。但是你要知道，關心同伴的意思是，如果有一個大雁受傷了，別的大雁會幫他一起去飛，那這個叫關心同伴。但是這裡邊沒有提到這一個啊，所以他提的是，它是編隊能夠發揮空氣動力學的作用。那這個句子可以告訴我們，應該要選擇 D 啊。所以這個題目最難了。如果你做錯了，其實也沒有關係，因為100%的分數是有點難的。所以如果你錯了一個兩個是沒有問題的，那這個就是可以錯的題目啊。如果你71、72、74都做完了，你發现時間不夠了，73我選不出來了，我隨便選一個 OK 的，沒有問題的啊。錯了就錯了，沒有關係。你要把更多的時間放在你能夠做對的那些題目上面，這也是一個小小的方法。就如果這個題目我覺得特別難，我做不出來，我需要很多的時間去想，我建議你不要想了啊，因為你要去想的是 HSK 5級的閱讀只有45分鐘，後邊還有很多題我沒有做呢。如果你只是想這個問題，花了5分鐘去想，那後面的題目你怎麼辦？你完全沒有看，你當然不能做出來。但是你實際上會知道後面的題目，有一些題目很簡單，你馬上就能做出來的。我們來看一下，第3種文章就是議論文。什麼叫議論文？它給你一個論點，給你一個它的觀點，然後呢，用論據去證明它，然後我來告訴你為什麼我是對的，然後最後的結論 conclusion 結論是什麼？好，我們來看一下哈，87，对於孩子的缺點，父母應該怎麼做？當孩子試着去完成某項任務時，父母應該怎麼做？第4段，那位父親的例子主要是為了說明什麼？第90題，上文主要談什麼？好的，我們發現前邊的3個都是非常具體的細節，最後一個說的是全文的它的那個觀點是什麼？那麼這樣的文章啊，一般來說觀點在第1段或者最後一段，或者2個都有，所以你要去注意的是第1段和最後一段。然後這些你看到的時候，直接去選擇就可以了。我們一起來讀一下，這篇文章也特別長，但是你看紅色的部分是我們需要的部分，非常少，對不对？所以我們注意一下，自信是孩子成長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基本元素，尊重、鼓勵與讚許是對孩子最大的信任，是培養孩子自信心的前提。這句話很有可能關於自信，很有可能就是本文的一些這篇文章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我們最後一題的答案了。但是我們先不要看，我們先读。父母要尊重孩子的選擇、感情與意見，並在行動中幫助他們建立自信心。父母應該從多方面來關心、了解他們，對其愛好和所提的問題，甚至他們的朋友，都應該表示感興趣。要通過間接的方式使孩子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不足就是不對的地方、缺點。所以我們看到了，对於孩子的缺點，父母應該怎麼樣呢？應該必間接指出。答案就已經找到了呀。好，然後我們再來看，同時要使孩子在融洽的家庭氣氛中體驗自己的意見，以受到尊重。當孩子試圖去解決一個問題或完成一項任務，如洗衣服、打掃衛生時，千萬不要干涉他們，如說這件事你幹不了等。干涉往往表示一種暗含的批評。那麼這個是我們的第2個問題。
當孩子試着去完成某項任務時，父母應該怎麼做呢？父母 A 鼓勵他們去做， B 告訴他們自己的經驗， C 幫助孩子一起完成， D 應適當增加任務的難度。那我們看到的是，不要干涉他們，不要說这個事情你幹不了，你去做吧。所以呢，這個答案應該要選 A， 你應該鼓勵他們去做，做吧，沒關係，不要干涉。好，我們繼續看，當孩子遇到困難時，父母應引導他們冷靜分析，鼓勵他們去勇敢地嘗試，不要訓斥、諷刺或說什麼“你怎麼這麼笨”等刺激傷孩子自尊的話。總說這種話會導致孩子低估自己的能力，逐漸變得膽小、自卑和依賴他人。當孩子請求幫助時，父母也不要包辦代替，而應該表示相信孩子的能力。同時，父母也可以用建議的形式提出意見。這一段其實沒有用，快，讀完就不要看了。當孩子完成某項任務並獲得成功時，父母應及時給予表揚與讚許，使他們從中體會到成功的喜悅。有一位父親發現自己的女兒，第3個題目啊，學習雖然不是很好，卻非常愛下棋，且經常戰勝成年人。於是他抓住孩子的這一長處，指出其棋藝高超是努力的結果，啟發他將這一精神運用到學習和其他生活活動中。這對於培養孩子在其他活動中的自信心同樣具有積極的作用。所以這裡有一個父親，他舉這個父親的例子是想說什麼呢？一般答案在前邊啊，他說呢，父母應該給予表揚與讚許啊，要表揚孩子、讚許孩子、稱讚孩子，那會給他們有更多的自信心。所以這個例子為了說明這個，一般來說，一個例子的這個為什麼要舉這個例子，一般答案在前邊或者後邊。所以你看這個的前邊和後邊都有答案，是為了讓孩子有自信心啊。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答案。第4段舉那位父親的例子，主要是為了說明 A 表揚的作用。如果你表揚孩子，他就會有信心。好，那第4個題目，上文主要談什麼？ A 怎樣同孩子交朋友， B 怎樣提高孩子的成績， C 如何讓孩子學會獨立， D 怎樣培養孩子的自信心。我們一直在看到自信心這個詞，我們在第1段就看到了自信，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 D。 我們一起再來看一下答案，同學們，你們都做對了嗎？好啊，我們看一下這4個題目，其實不是特別難，但是呢，文章特別長，特別長。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認真的每一個句子都去讀，你會發現你的時間是不夠的啊。有的同學可能會用3分鐘讀完這篇文章，讀着都忘了。那這樣的做題方法對於大家來說其實是非常不好的。你的辦法應該是讀問題，讀問題的時候明白了啊，這篇文章問的是什麼，可能它是關於什麼的文章，然後你讀文章的時候一邊讀一邊找答案，找一個答案選擇，找一個答案選擇，然後最後一個問題一定問的是 topic， 那你就總結一下，或者看第一句，或者看最後一句，找到了以後就完了，選擇就 OK 了。最难的有可能就是第3個，因为它的問題比較大，讓你去每個去選擇，那可能會比較難。但是這樣的題目其實非常少，大部分都是前邊3個是 detail 的題。所以呢，在你做題的時候啊，這麼長的文章，你一定要學會去抓你需要的信息，不重要的信息，比如說從這個遇到困難到這個意見，這個部分根本就不重要
你完全可以就是讀的时候就快，没有用就不看了，就去看对你来说有用的部分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啊。那有的同学说，老師，我會先看一遍，1分鐘的時間先看一遍，然後我來看問題，能選擇的我就選擇，不能選擇我就再去找答案。這個方法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記得，如果你打算讀2遍，第1遍一定要特別快，一定要控制在1分鐘以內，否則你的時間一定不夠，因為你的幾個題目裡邊一定有一個題目是需要你去想一想的，最少有一個題目需要你想一想。那麼有同學說，老師，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5篇文章我最多能讀3篇文章，但是我建議的是你5篇都讀，但是每篇文章裡面特別簡單的你先做了。一般來說，第1個、第2個和第4個你馬上都可以做出來，然後呢，你就去讀下一篇，讀下一篇，讀下一篇。有時間你再做第3個，沒有時間你可以不做。當然你要看具體的題目，但大部分的情況下啊，1、2、4這3個問題你都可以做出來啊。所以實際上你完全可以5篇文章都讀完，如果你用我們的方法的話，沒有問題。那還有一點就是，我們介紹了有議論、有說明、有故事3種文章。那這3種文章寫文章的方法是不一樣的，剛才我們也跟大家說過了。所以你如果了解中國人寫文章的方法，那在看文章的時候，對你來說就會非常容易。所以大家平時要多去讀一些這樣的文章，你去看一看中國人是怎麼寫文章的。故事的話就是一開始怎麼樣，後來怎麼樣，後來又怎麼樣，結果怎麼樣，這個道理是什麼。那說明的話就是我要說明什麼，這個情況具體是怎麼樣的，然後是有什麼要求特點，然後最後我們的結論是什麼。那觀點是我們的觀點是什麼，然後我開始證明我的觀點，最後有一個小的結論。這就是我們寫文章的方法。如果你知道了，那你在讀的時候一定會讀得非常快，而且很容易找到你要的信息。好，這個是我們的閱讀的第3個部分。那然後呢，我們先休息一下，一會兒呢來一起看一下另外的一部分的這個做題的方法。那我們一會兒再來學習。